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左大吉堪布啊，给我们给我们讲一讲藏传佛教的一些思想，对吧？因为堪布这次来北京能到北大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因缘，很殊胜的一个因缘。那么我刚刚讲，在学术界现在实际上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还是不充分的。那么，但藏传佛教有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东西啊。一个它的有教育思想，我们现在在学术界不是很了解啊。那么在教学上有欠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藏传佛教它自身和藏族文化有很深厚的一种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实际上是我们了解也不是很多。那么第三点，我想我们就说有一位堪布，他在修行方面境界非常高的一位大德啊，能给我们讲一讲佛教的思想，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给我们介绍佛学。这和我们这些大学老师讲述佛学可能完全不一样啊！我想我们北大是推崇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的，我们的学生应该有这方面的一种包容力和一种学术的一种热爱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荣幸能请到这个堪布呢，到我们北京大学，到我们哲学系，到我们这个宗教文化研究院来做一个讲演。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一些热心这个藏传佛教研究的一些同学发起的，实际上主要是他们发起。我觉得同学们这个热情呢，我们一定要细加爱护。实际上是对我们老师也是一种鞭策我们这些老师基本上都是研究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的所以说也就鞭策我们同学的热情，鞭策我们老师们也要去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所以我们今天的师生一起来听这个堪布做一个讲演，好吧？那就下面我们掌声有请。好，很高兴今天，北京大学，哲学系，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藏传佛教，有关，空性与如来藏方面的一些，道理，也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些稍稍的，心得，给大家分享。我本人而言，也可以说，是从事教育的人，不过是我身份不同而已，也是当老师的。我现在教书，传法，将近20多年了。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各位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同学们呢，也是大多数都是从事这样的教育事业，从事教书育人的这样的非常伟大的、光荣的、神圣的一个职责的人。所以想呢，我们今天呢，这样的共同的研讨，共同的学习，很有必要的。那我也是第一次到北京大学，那么我看到这里的学习氛围，有些是我们这个北京大学的参学士啊、跟读室啊，很多的同学老师对宗教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深深非常的深深。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机缘，大家就是可以共同沟通。其实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作为研究学习藏传佛教的一些藏族僧人来讲呢，也有值得学习汉传佛教的，学习现在高等大学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科技知识。同时，我们也觉得现代的高等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也应该把目光放在非常神圣的藏传佛教以及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个神圣秘语，这样我们互相学习、互相这个了解呢，其实我们对这个人生观对价值观、对世界观各方面来讲，应该
还有很多需要就是了解知道的一些这个事情。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主要是我自己对这个一些佛教方面的了解，也可以呢跟大家就是这个分享。同时呢，我们共同也可以互相以提问的方式，大家平时呢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怀疑，有什么样的不解之处呢？我们共同学习，共同学习以后呢，人通过探讨，通过这样的这个研究呢，心里的很多的疑惑就可以点出来，也可以呢剖析。我们佛教都有这种毛病，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很多都怀疑重重都要想提问。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也不想问了，就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呢，我北京的大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宗教系和研究这个哲学系的这些这个文科方面的一些学者才子的话呢，应该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智慧呢是会很敏锐的。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共同学习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些这个帮助和进步。所以我首先呢也想简单的这个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学习这个空心法的这个重要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现在到了这个21世纪，21世纪从历史上看呢，在我们的物质文明可以说发展到前所未有的一个这个境界。可以怎么讲？就是从20世纪末尾、21世纪的这个开头的话呢，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这个不管是科技、经济各方面，就是发展的最快速的一个时点。可是我们的这个内心，我们的这个伦理道德上面呢，的的确确也是不得不承认，也有一定的这个下滑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像汉地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你们都知道，以前从历史上看，这个汉地的儒教，也就是说，这个孔孟思想这个孔孟思想的话呢，在汉地是非常的这个重视的，而且这个对人类的这个道德规范起到不可思议的作用。可是如今呢，大家都知道，这个60、7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呢，受到了这个历史性的这个毁灭。就这样以后，现在呢，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呢，想这个恢复自己的非常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可是如今呢，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这个病人呢，没办法马上恢复一样。因此，我想我们的这个同学和老师呢，一方面如今对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重视非常这个重要的刚才那个教授也讲了，就是我们现在呢应该是不仅在理论上精通，应该是在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呢，就是有些这个美德、接人待物这个行为就是必须要规范，否则的话，我想这个高等大学的学生基本的一些人格、为人处事、接人待物都不过关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学问再高，你的这个智慧再尖锐的话，实际上到了这个工作上、到社会上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因此，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呢，为什么特别的希求这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呢，我经常也在跟很多的这个国内外的这个人士就去交流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谈到，如今很圆满的这个完整的就已经这个吹牛着就是藏传的这个佛陀时代的这个2500多年的清净的思想。这个思想呢，虽然在经过历史的这个改变呢，受过这个风风雨雨的一些转折，但是呢，从本质上完好无损的这个如今也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呢，
这个不管是西方的文人，还是我们东方的这个学者，大家都这个目光或者是好奇心呢，这个转向于藏地的原因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也就是说是最原始的这个思想呢，现在已经这个保留着的。那么佛教的这个思想呢，我们都知道，佛陀已经转了84000法轮，84000法轮归纳起来的时候呢，转这个3转法轮，也就是说，第一转法轮是叫这个四谛法轮就是四谛法轮，然后第2转法轮呢，就是叫这个空性法轮。第3转法轮呢，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语言来讲，就是如来藏方面的这个法轮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要讲这个所有的这个空性法门的话呢，那就是大般若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般若就全部要讲。今天我们短短的时间当中不可能是一言两语就全部这个讲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语言呢在这个归纳的话呢，我想这个般若就是学习般若的最好的这个论点呢我的建议呢各位同学应该以后要学习这个龙摩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龙摩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因为中观根本慧论呢，它就是用非常深精细的一种辩论的这种推理方法来这个抉择一切万法呢就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呢就是分了就是一些格鲁派尼玛派就是不同的这个教派，但实际上呢全部都要这个学习中观根本慧论。我看汉地的这个历史的话呢，虽然历史上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像这个藏地一样的特别的广泛这个中观法门的这样的这个规矩，但实际上呢也是历代的这个大德都是要这个学习中观根本慧论，还有呢这个十二门论，以及呢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论点。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在座的各位同学呢，你要这个学习空性法门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先用自己的这个智慧来去这个观察就是一切万法这个界空，一切万法界空呢，并不是说是口头上这个说的，应该说是中观呢就是有许多的这种推理方法这个推理呢中观有共同的这个五大推理。这个我们推理呢，就是通常文叫这个因因果的因。那么推理的时候呢，用金刚解因还有这个金刚解因是观察这个因的就观察因。那么也就是说，一切万法呢就是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他生的，也不是共生的，也不是无因而生。那么怎么样就是不会产生呢？如果是自己产生自己的话呢，那么就是变成这个无穷无尽的。如果是依靠他生的话呢，那么黑暗当中也是这个出现这个光明等等，就是他的这个推理方法呢，很细致的在这个约称论式的如中论当中就是非常这个细致的就是万法的这个产生没有呢，那么就是它的存在没有。如果它的存在不成立呢，它的这个最后的灭亡也不存在。因此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应该要通达就是中观的这个推理之后呢，就是从它的因方面呢可以抉择为就是一切空性的这是中观的一种推理方法。还有一种推理方法呢中观这个叫离异多因。离异多因呢，一不成立，二不成立，二不成立，二以上的所有的这些法呢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不成立的话呢，就10个人不可能成立的，10就是依靠一的基础来这个案例的。那么一为什么不成呢？因为所谓的一也是只是假象而已。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一个我，这种我呢只不过是人们的这种虚妄的分别念，就是假立的。如果你真正去剖析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认为是我是存在的，但是我呢
就我们对观察头部是不是我，手是不是我，脚是不是我，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其实真正照不到的是一个我的本相这个存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是就是人们呢就经常是把这个五蕴的聚合呢，就是执着为我而已。实际上，真正的我的本体呢，就是绝对是不存在的。所以通过这种观察方式的话呢，是这个觉则万法的这个本体就本体为就是可以空性的。那么本体为空性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那个中观这个庄严论就中观庄严论是我以前翻译过那个门旁仁波切的中观庄严论释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推理就是讲的就是特别的这个细致就是特别的细致。还有呢观察这个有无生因，这个观察有无破有无生因的话呢就讲的是中观的这个主要是观察过方面的有者不应生，无者也不生有也不用生，因为已经有的缘故。无者的话呢，就不可能产生，因为它是不存在，怎么回事能产生？如果可以产生，那使女的儿子也是可以产生那个实有的东西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呢，其实是中观根本慧论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多的就比较多的。还有一种观察呢就是破这个四句声音就破四句声音呢中观二谛论当中也是有的。这个观察方法呢一个因能不能产生多个，一个因能不能产生一个果，还有呢就是多个因能否产生多个果，多个因能否产生这个一个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观察。还有一种呢，就是缘起因这个缘起因就是很重要的大缘起因。大缘起因是中观根本慧论里面也讲了一部分，还有我们的宝积经楞严经以及华严经里面就是也直接或间接的讲了这个缘起因。这个缘起因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一切万法呢就是的确是这个觉者为这个空性就觉者。但是你觉者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是变成这个空性，就是一无所得，丝毫也是得不到的。我们认为是平常自己的身体、生活、感情以及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所有的这个法呢，就是实实在在存在，只不过是这是我们迷乱现象的一种这个假象而已。如果你真正用智慧来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切万事万物包罗万象的一切法呢，就是决定是得不到的。那么这种境界的话呢，我相信应该是非常这个一种深深的法。那么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的那个就是叫什么这个缘起战就是缘起战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就是唯一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才能这个宣说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法除此之外呢，虽然像那个外道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呢，说过一些这个空性的，但是这种空性呢，只不过是一种这个单空的。以前当时释迦牟尼佛存在在世的时候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外教他们呢就是也宣说一些这个空性，但是这种这个空性呢，就是是不究竟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呢，就是对空性的认知方面呢，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个所谓的空性是不存在不存在的话，这是中论里面说是一个变就是如果是一个变的话呢，那么就是不管是有的变，就是无的变，都是这个是这个实有的一种这个执着。如果是实有的执着的话呢，那么就是它不会呢就是解脱而这个产生痛苦就像那个六识真理论六识真理论里面呢就是说过说这个若须有实法就是则生大贪嗔。如果你程序就是有一个实有的法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产生这个大的这个贪心、这个嗔心的执着。如果有了贪心的、嗔心的执着的话呢，依靠它会这个造恶业。如果造了这个恶业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这个转入这个轮回当中转入轮回的话呢，就是不能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要想解脱的人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吸求这个空性的法门这种空性的法门呢，是大空的法门。故于细苦者，入心论里面也这样讲的。故于细苦者，当其空性慧
啊，就是你要向细面就是自他的一切的这种痛苦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开启这样的这个空性无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定要懂得了这个空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再加上呢，我们要懂得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就是你不能就是认定为是一个这个单空一个单空的话呢，我们佛教里面呢最这个小乘就是最低的这个小乘的话呢，他们也认为就是单空呢就其实是人我的一部分。就人我的一部分，怎么会这样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乘呢就是真我这个人我就人我，但是他承认呢就是最后的一个非常微细的一个迹就危机是他承认这个存在的。那么他认为这种这个微细的机位不存在的话呢，好像这个万事万物七世界的整个一切万法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这个从无中这个生有就不可能就是一切这个空性当中不能生有。他担心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起源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细微的，或者是用世间的最细微的刹那，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微尘里面呢，就是最细微的一种这个微尘法，就认为是这样的法这个存在。我经常看一些现在的这个一些物理学物理学知识当中的话呢，也跟那个小乘的有些这个观点呢，的确比较这个相同的。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清楚，这个像那个物理学量子学的话呢，那么就是大概是在19世纪这个牛顿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就是最小的这个单位呢，就是先刚开始的时候是就是落到这个分子上，然后后来就是到20世纪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分子呢就是再分这个原子，然后原子呢就是再分这个原子核的电子中子质子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分到这个什么，就是据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分这个夸克就是还有这个亚夸克等等。那么作为物理学派的话呢，它也应该有两种这个派别。有一种派别呢，他认为是这个物质呢就是再可以分的就再可以分的，所以他们认为是把这个夸克的话呢，还要再分下去，就分到无穷的。就这叫做是这个亚夸克就是一直这样这个分下去，就是也有这么一个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是就是物质呢，就是再不能分的，应该有一个最细的一种这个单位就现在物理学家很多都认为是这个叫做是这个真空或者呢就是场就是现在这个认为是这个场它的这个场呢就是什么电子场量子场还有磁场等等，就是这样分的。那么这个场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能量就实际上能量。真空呢，就是一切的法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空空荡荡的这种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叫做是这个真空。那么真空的跟这个常呢，就是认为是一切这个玩法的这个根本来源。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那么微小的几百个这个粒子组合起来是没办法的。如果它没有组合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质子中子的这个起源呢，就是不存在，就是所以现在这个相当多的物理学家呢，我认为就是他们认为最细的单位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如果没有存在的话呢，其实整个这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种怎么想呢？就是特别就是可怕的就是特别可怕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不用怕的。应该是一切万法是只要动到这个缘起空性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困难的。不过我想这个小乘呢，就是他担心的一切万法空呢，以后就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认为是一切呢就是应该有一个起源点。而现在物理学认为的这种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有这个相同之处什么那个物理学家就是笛卡尔，他以前就是说过，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这个做梦呢，就是还是不是做梦，就是他通过这个观察之后呢，最后都就是有点这个没办法就清楚。他说包罗万象的形形色色的这些整个这个一切法呢
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点都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眼前呢，就是不可否认的，一切都是无其而这个存在的。那么就是无非是有一个这个魔鬼啊，就是在这个欺骗我们，让我们呢就是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就是他说过这么一个话，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些教义的话呢，根本不用担心，就是哪一个魔鬼在给我们这个作怪，就是根本不用的。为什么？一切万法呢，就是它这个本体是不存在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空性当中可以这个显现啊，就空性当中可以显现。如果它的这个本体是存在的话呢，就是在实有的法里面是不能这个显现。当然这个道理的话呢，还是很深深的。所以我向各位同学的话呢，特别就需要对这个中观空性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就这个研究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这个没有通达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在人生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学问呢，确实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学问跟这个中观科学的学问的价值啊，确实有所非常大的这个差别。因此我们平时呢，应该要这个懂到就是整个世界呢，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物质构成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缘起构成的。懂到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我们都在这个学习上面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前也说过，他说我们的这个时间、空间，包括物质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人类的一种这个错觉。就是错觉。那么这句话呢，跟我们的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以这个分别念而这个显现的就是一切万法以分别念而显现。我记得在那个这个入中论里面呢，就是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呢，就是而这个显现就是从空性中而显现。那么从空性中而这个显现跟然后现在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认为是一切万法最后抉择的时候呢，就是都这个空，就是到一定的这种这个空的这种境界这一点呢，我认为是量子学的很多的这种智者他绞尽脑汁去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就是认识到这个缘起空性。如果他们像那个学习中观根本慧论学习这个华严经，那么这样以后呢，一定会是通达了就是一切万法的最深层这个之处就这一点呢，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科学家呢，就是认为就是谁就是没有就是感到就是万法呢，就是非常这个不存在的道理，就非常真经的话呢，说明他没有通达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真理，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我们在座的人呢，在这个学习或者是这个研习中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万法应该这个抉择为空性，就是这一点就是特别这个重要。那抉择的时候呢，就是先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不怕别人就是排斥，不怕别人驳斥，不怕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宗派呢就是建立不起来最究竟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观点就是不会担心这样的。所以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里面就是说是，不管是比丘还是这个其他的人，你们应该呢就是就像是面镜子一样的，就观察我的这个理论千万呢就是不要仅仅是一个恭敬心来就是向我依止。我们如果完全是对佛教、对上师、对这个法门呢是一种崇拜或者是恭敬心的话呢，这是一种信心，就是不叫这个智慧。而我们的这个佛教呢是经得起历史的考证，经得起智慧的观察。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智者，他通过就是他的智慧来去观察的时候呢，我相信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中观的这种思想也好，或者说是他这个实践的如来藏实践的这种这个思想就是因果这个生死轮回的思想，还有呢就是如来藏的这种光明这个思想这几个思想是任何一个历代的这个哲学家呢，就是精心剖析的时候也是根本不会就是驳斥到。250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呢，有多少个千万个这个文学巨匠，但是他们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这个评价，就是什么样的，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清楚的我看那个这个英国哲学家这个罗素就是罗素的话呢他也是在这个应该是1950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的，他也是提倡这个文学的这种这个贡献。
那么他的有一本呢，就是叫做是那个我为什么不是这个基督徒啊？就他这里面呢，就是从文字上就是对这个基督教呢，就是有所这个驳斥就是有所驳斥。后来呢，在这个西方也是引起就是很多的这个反响。但是他讲你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我认为呢就是从这个人类历史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和这个苏格拉底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放在这个基督之上他的这个原因的话呢，因为他的这个智慧和美德的话呢，就是基督也好，就是谁的是超不过他。我们都是，并不是说是这个基督教这个不好，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从公正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我认为是佛陀的这个智慧和背信呢，确确实实其他的这种宗教在有些地方呢，就是可能还要就是值得这个观察。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我们的基督教呢，就是它也是提倡这个慈悲。这个回教也就是说伊斯兰教的话呢，它也是按照这个古兰经的这个观点呢来这个承认呢就是这个真主呢就是存在，以真主呢就是创造万法，这样也是这个承认的。然后但是在某种范围当中的话呢，他们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宗教呢就是对这个除了人类以外的，就是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它可以这个杀戮，可以呢就摧毁。就甚至呢，就是不以背信来就是对待是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异教徒就不是自己本宗教的这个人呢，如果反抗你的这个宗教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认为呢，就是这种是可以统统毁灭、统统这个消灭。而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背信，佛教的这个背信来讲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哪怕是你的怨恨的敌人，哪怕是看你的头的这些人都是用无量的这个大悲心来这个慈悲的关照他们。那这样的这个思想呢，我们很多这个知识分子都是应该顾名思义可以想得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思想当中的话呢，我完全是这个放弃自己的。完全是放弃这个自我的，一心一意的，无有任何条件的帮助这个所有的人类乃至所有的这个生命呢。那这样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教义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大家都是应该可想而知的，应该呢就是通过这个观察，就是会明白的就会明白的。然后从智慧上面来讲呢就是我也看过一些世界上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宗教的这个书宗教的书，但是我们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大藏经色有我们藏地的这个大藏经色全是佛所的语言呢有108本就是现在那个对看剧这个出版的就是108本，还有那个印度的。像龙母菩萨、月称论师还有那些高僧大德们所造下来的，我们通称为是叫论著。这个论著呢，就是有100多函，200多本。那么200多本当中的话呢，都描述的这个玩法的这个真相呢，就是确实是这个真理就真理。所以我们呢就是不仅仅是以对自己的这个信仰，就是崇拜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以信仰。如果信仰来崇拜的话呢，就是不仅仅因为信仰当中呢有迷信和真信，就是有两种就有两种，所以呢也有这个信仰呢就是这个是信仰的对象，信仰的对象呢就是没有功德的人呢，有些时候是迷信就会陶醉在里面，所以有信心呢，我觉得是不一定是这个正确的。但是我们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最终就是找不到就是对方的任何的这个过失，而且呢，它真正是这个把人类的这个所有的最精华的知识呢，就全部都这个说得清清楚楚的话呢，那这样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为什么值得不恭敬？因此，佛陀的这个思想的最精华的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一切万法呢，在抉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全部是这个空性的。我们现在就没有真悟空性，每天都是为了迷呢，为了利就天天都是这个忙忙碌碌就是忙什么这个有无都麻烦什么这个劳劳碌碌什么怎么讲的，就是有无都麻烦，劳劳碌碌即是闲人生什么这个曲弯什么怎么讲的？人生曲曲弯弯和
人世是重重叠叠善，就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以前智公禅师啊，就是智公禅师专门讲那个全世人念佛的一个歌啊，就是那个歌里面歌词还是挺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天天的思索，一会儿有一会儿说没有，就是都是很麻烦的，就是天天忙忙碌碌，有什么时候空闲就是几个小时，或者有什么时候这个休息的时候啊。我们这每天都是这个忙着啊，就担着这个世间法。其实人生呢，是一个弯弯曲曲的这个笑话，或者是一个重重叠叠的这个山一样。世间的说是都是这样的，没完没了的，天天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就是对空性法门一点不了解的，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看起来很悲悯的。因为眼前的这个几十年，我们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就10年呢就一晃就过了。但是在10年当中，每一个人认为是自己做的事业，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单着。这样的这个单着呢，就是最多得到的什么？除了可能造业以外，不一定就是得到的特别有意义和这个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很想呢就是在座的这个各位啊，就是以后呢，就是对这个中观法门啊，对这个空性法门呢，应该这个有所这个认识。但是现在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空性法门没有次第性的了解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个误处也有一个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误导的一些这个危险性。现在有些学禅宗的、学中观的人呢，因为你真正觉着的时候，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后来他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一切的这种做善事全部都是一概否认就一切都是空性的。这种做法呢也是不对的。虽然本体上是空性的，但是你在行为上呢还没有到这种境界之前，你要这个取舍因果，应该要这个相信这个信持善法。以前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一个叫这个摩诃亚那的这个禅宗的和尚，禅宗的和尚当时来到了这个藏地，他弘扬了这个禅法，弘扬禅法是对的，而且禅宗呢就是至高无上。从历史一来看，我们的虚高僧传、宋高僧传、唐高僧传，还有那个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禅宗的这些公案上一看的话，就历史上的这些禅宗的大的禅宗的这些这个居士包括一些这个在家人修行以后呢，全部都是开悟了就是一切都是就是就当下就是通达了。那这样的人特别多。可是当时那个摩诃亚呢，在藏地弘扬这个禅法的时候呢，有点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刚开始来了以后呢，让那个藏地的很多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不要这个信持什么，一切都是空的，没有什么的，就是当下之中。那个时候呢，包括寺院里面的这个宫灯的这个灯本来藏地大家都知道，你们去过可能波达拉宫或者其他地方的话，藏地这个供佛这个宫灯的这个行为还是很殊胜的。可是连佛像面前的灯都已经这个没有了就灯都没有了。但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以前有这个菩提萨埵的这个授记就是从印度呢就是引请这个量化界论师，然后呢跟这个玛哈亚那和尚进行辩论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藏地呢就是重新建立了这个次第性的法门次第性很重要的。现在有些人听到这个法以后呢，当然是这个禅宗或者是我们密法的最高境界来讲呢，确实是万法都是空性的，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之前呢，我们也应该这个做放散做这个慈善念佛读经功课这些都是一定要就是不能间断的。如果你这样间断了以后的话呢，你的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门就是已经这个摄住了就这样以后呢，不可能就是这个解脱就不可能解脱。所以这是就是最这个重要的这个事情。因此呢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各位，在这个从行为上从这个利他心上面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菩提心来这个摄测，然后呢就是做这些这个善事，就是这是这个一个方面的这个要求就是一个方面的要求。虽然是空性，但是空性当中呢，你这个要了解到，就是还没有到最高的境界之前的话，这个心持善法呢就是不能间断。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刚才讲的这个如来藏呢就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如来藏
如来藏呢的的确确就是也是要这个了解的非常这个深深的一个法门就深深的一个法门。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如果说一切法就全都是空性的就全部都是这个空性的话，那么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心功德这些是何从而起呢？就是不可能这个起的。佛陀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庄严功德呢，就是因地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存在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如果完全是空性的话呢，就是也没有来源的。我们自己也是知道，就一切万法空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种明显的部分。那么明显的部分呢，就是叫这个如来藏的光明部分。所谓的如来藏呢，当然是这个叙述的论点最多呢，就是这个报信论叫报信论。佛陀的经典当中呢，就是如来藏经。就是基本上是第三转法轮里面就是讲的如来藏是比较这个细致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密宗的一些大幻化王和密宗的一些像那个细金刚这些论点当中呢，就是对如来藏呢，就是也有非常细致的阐述。这个有些佛经呢，讲这个一切众生具有如来德相。那么这种如来藏呢，我们跟这个外道这个所承认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外道所承认的这个呢，它是一个实有的存在。就像你们可能学过这个如中论自释如中论自释当中呢，就专门这个引用《楞伽经》当这个校正来说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呢，与外道就是怎么样不相同的，与小乘宗呢就是所承认的不相同的。其实所谓的如来藏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来的这种面目就禅宗说的是明心见性是所提到的所提到的这个法界。所提到的这个法界，那么这个法界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空性法门呢，就是应该说是无二无别的。但这样的道理呢，在这个显宗当中是用那个通过推理来这个进行观察然后密宗当中呢，就是有这个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有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呢，通过修密明点呢，这个修满明点呢，还有一些观想这个本尊呢，以那样的这种途径来，就是让这个如来藏的本来面目可以这个体现。或者密宗最这个殊胜的大圆满呢，就是大圆满的话呢，就是观这个明点或者是用这个上师的一个简单的这个窍诀来认识这个性的本性。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来藏的本体呢，就是可以这个认识的就可以认识的。还有我们禅宗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教言来，就是通达就是这个心性的这个光明，心性的光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如果以窍诀的这个方式来讲以窍诀的方式来讲呢，不管是玩法也好，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性本体这个空性的，就是这个是应该就是从第二转法轮里面所讲到的教义。然而本体空性的同时呢，其实它的这个光明呢就是不灭的就是它的明性部分呢是不灭的。那么不灭也是玩法的这个本体，并不是单空，也并不是单单的一个光明。当然这个我们用语言来说的话呢，就没办法的一个小小的仪器呢，就是你要测就是整个宇宙这个空间的话呢，就没办法的。所以为什么说佛经里面讲这个一旦证到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的话呢，那么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豁然开悟的这就是这个就超胜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以我们的分别念，以我们的语言，以我们的这种言行来要表达真正的这个如来藏也好，这个大空性的本来面目的话呢，非常这个困难的就像一个小鸟雀呢，用它的这个翅膀来衡量整个虚空界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凡夫地的时候是有没有认识，有没有了解的机会呢？也有就全智门峰仁波切和宗喀巴大师等很多高僧大德的话呢，也是异口同声的，就是讲到了这个空性和光明的相关这个教育。所以呢，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像圣者一样的完全是通达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来这个体相，但是呢，就是依靠这个上师们和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教言呢，来就认识自己的这种这个性的就是本体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各位的话呢，你要就是懂得了这个光明藏方面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学习到这个弥勒无论的像辩中这个辩论还有这个辩法法性论还有那个就是报信论就是报信论还有呢
就是龙门菩萨的这个战法界论呢，就战法界等等，就是这些要这个学习。学习以后呢，你知道是这个仙宗当中就是对如来藏的这个观点，然后呢进一步的就我们这个学习大梵王王大梵王王里面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光明的这种最殊胜的，当然是这个大圆满和大疏印里面就是有所这个提及的。当然这是作为你们这个北大这个学生来讲呢，就是现在可能刚开始还没有进入社会，就是因此你要这个直接通达大圆满的一些境界呢，就是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你要知道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呢，就是最深深的这个学位呢，应该这个空性和光明。也叫做呢就是这个第二转法论和第三转法论的究竟教义就究竟教义。如果它是超具方面来讲呢就是第三转法论是主要是这个弥勒菩萨的一些教言来这个解释的。第二转法论呢就是龙门菩萨和文殊菩萨就是包括这个月称升天他们的这个教言来这个进行开启就进行开启。因此我们现在作为一些知识分子的话呢，从佛教的这个真正的一些教义上面来讲呢需要了解的特别多的。但是关键呢看你的这个人生就是会不会用在这上面你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师和一些学校什么学生的话呢当然可能也有一部分呢就是学习这个藏传佛教的，也有一部分呢就是学习这个汉传佛教的。那么学习藏传佛教的话呢，其实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尤其是对这个中观和如来藏方面的论述就相当多的。我也就是翻译了一部分。就是应该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以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就有空间有因缘，然后呢就是大家这个可以共同探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了解就确实是这个般若空性的这种这个殊胜性般若空性通达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解脱就是没有问题的。其他的人和善事呢，虽然是它是一种解脱的因缘，但是你真正要从三界轮回当中，我们按照佛教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到这个最高的这种层次的话呢，你没有这个证到空性之前呢，就是不能就是证任何的果就这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否则的话呢就我们觉得这个学什么法的时候都是成佛的因，间接成佛的因，但是你真正要获得菩萨的果位，获得阿罗汉或者明心见性的话呢，你一定要这个证悟空性。那么证悟空性以后呢，就是才能真正得到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大学生也好，老师也好，任何一个社会的这个企业家也好，大家都是在迷茫在一个世执当中就迷茫在一个世执当中大家都是沉溺在这样的一种轮回的这个网里面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特别感觉到需要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呢要有一种那个佛教的这种这个空性就是空性。如果你证得了一些空性的境界的话呢，那么世界上的很多的这种硕士就是可能会看得淡就不一定呢，就像现在人这个所盲目的这个追求一样的，肆无忌惮的摧毁因果，然后每天都是依着这个无有这种限制的去这个追求自己的这个前途有时候看到大城市里面的人跟我们这个山上修行的，有时候就这个境界也好，或者是目标都是完全是不相同的。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人呢，为了房子，为了这个金钱，为了什么那个就是感情为了一些这个家庭短短的人生呢，就是全部就废在那上面。那我们人呢，如果是仅仅是一个生活而活着的话呢，我觉得是跟其他动物呢相同的。所以人的这个价值观呢，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放在这个金钱上，这就叫做是这个拜金主义，还有叫做是庸俗主义，还有一种呢就叫做是这个享乐主义就其实现在人们呢都具足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主张或者是思想的。真正你一心一意的去追求真理就追求不说是我们来世的今生当中的追求真理的人呢，也是很少的。今生当中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知足少欲恭敬这个父母还有呢希求这个智慧应该就是培养自己的美德我觉得是人呢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真的有这个价值的包括我以前也去过一些大学，现在有些大学的话呢
根本不求这个知识啊，就是不求美德，就只求一些乱七八糟的上网啊，就是做许许多多一些这个对精神对来世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完全是他到了这个大学以后的话呢，有一种这个放松，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这些都是非常这个不盈利的，因此呢，就是你这个人生啊，就尤其是作为这个大学的话呢，就是对整个这个人类，对整个这个社会的未来的这个希望呢，就全部寄托在这个你身上。我以前看到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对这个小孩子培养的时候呢，刚开始说我们人类的未来的希望呢，就是在你的这个身上。那么这些孩子的这个行为如果入法的话呢，那么未来的这个人类呢，就是有希望的。所以我看我们这个北京大学高等学校的话呢，我也以前不是特别的了解你们的德行是怎么样，你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希望呢，就是在你的这个身上。那么你的身上的话呢，你有没有就是帮助这个众生的？我们暂时不说佛教里面的特别深深的一些空性和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是特别深深的。包括我们一些常年这个研究的人呢，就是有时候也是得不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境界。但是我们基本的人需要这个生存的一些帮助众生的这个利益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德具不具足，这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啊。以前我看到那个爱因斯坦的这个就是他当时的一个书里面，就是他说这个简单和朴素啊，就简单和朴素的生活呢，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这个精神上就人们就是对最有毅力的就是简单和朴素的这个生活呢，无论是你的精神上还是在你的这个身体上呢，就是对人类来讲是最有利的就最有。他说还有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活着的是应该是为了别人而活着就为了别人而生存。那么这些科学家呢，就是他刚开始的是有帮助别人的一种这个力量，他每天都是有上百次的，就是提醒自己，我活着呢就不是为自己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生存的这个价值的意义所在呢，就是要为这个天下的就是一切这个人们这个帮助就是这是。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实践的一些这个学校就包括一些这个公务员老师还有医生他们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全部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这种利益这就是我们的跟这个教育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从小都是为了金钱、为了地位、为了名声、为了这个财富而这个奋斗老师也这样讲，学生也是这样奔波。那这样的话呢，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社会上的所有的人全部都变成了自私自利的人。那个时候呢，就是虽然口头上经常成为这个和谐社会，但实际上呢，的的确确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要改变一种这个风气。什么样的风气呢？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一点一滴的是心中应该是有利他的这个心情的。那么有了利他的这种心情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其实我们学习大乘佛教呢很长时间，但是归根结底呢，我觉得大乘佛教的教义呢，归纳起来就是利他两个字就是除了利他两个字以外呢，就是大乘佛教再没有更深的这个法了。那么我们这个佛教，不管是藏地、汉地，都是这个属于大乘佛教的人。可是我们大乘佛教徒呢，基本上是跟不上这个佛教的教义就佛教的教义。所以说呢，我们也这个很希望就是把这个空性的这种意义也好，如来藏的这个意义本身上是非常这个深深的一种这个学问就是特别深深的。它没有一种这个专业性的这个学习和专业性的研究的话呢，我们光是口头上看1-2本书呢，的确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困难就是很大的这个困难。但是有缘分有信心的人呢，你也可以去研究，就去探讨，就是这是应该说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就是看我们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后这个佛教徒要学习的话呢，就是也需要就是利他的。即使不是佛教徒，我们实践的任何一个高等学校的老师和这个学生呢，心中呢，我觉得是要有这个利他的你们这个毕业就是离开这个校门的时候也好，老师这个摄入你们一批一批的这么多的这个高等这个学生的时候呢，就是
始终都是存在有一种利他的这一颗心的话呢，我觉得是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有意义的，应该是大家都是为这个利他的这种这个事业而转，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今天呢就是提的一件事情。我还有提到第二件事情呢，我想那个跟大家也说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人的这种这个人生观呢。在这个人生观上面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生观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对这个人的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价值啊、目标啊，还有一个生存的这个快乐方面的一种这个看法，就是叫做这个人生观。那么人生观的核心意义的话呢，也就是说，就是快乐。或者说是这个生死方面的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快乐和生死方面的这个问题。然后现在我们世界上的这么多的人呢，当然是有不同的这个人生观就是有不同的爱好和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追求和目标。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人生观呢，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呢，应该是第一个是要相信这个因果。就是第一个是要这个相信因果，第二个呢就是要知道这个生死轮回，就是人生的这个人生观呢，就是应该就是需要这两点就需要这两点，因为人生观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一种这个宇宙观的就是部分如果你懂到了这两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很多的目标呢，就是会有这个原则性的这个改变。如果你不相信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相信呢前世今世来世就是三世这个存在，这样的这个社会，这样的这个国家，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群的话呢，确实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我觉得是有这个盲目的就是有盲目的有盲点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就是从现在开始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观呢，就是要有做这个新的这种调整就是要有新的调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是我刚才也讲了，2500多年以来，一直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呢就是前世后世这个存在的。那么有些人认为佛教虽然这个人生观呢可以这样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类的人生观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也许会这样想的。但是这一点呢，我们要给大家明确的说现在这样的这个人的前世后世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对我们当前这个社会来讲是非常这个重要，就人们必须要了解的。然后现在有些人是不相信的，但不相信的话呢，你不能就是证明是不存在就因为你不相信只不过是你的一种信仰你不相信。你如果要不相信，而且你要肯定这个前世后世不存在的话呢，你要有一个充分的确凿的这个依据来驳斥这种观点以后呢，才能可以成立你的观点成立你的主张。可是呢就是国内外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人呢就是真正是不但是不承认的，而且呢他有这个充分的理由来能驳斥前世后世的这个存在，有没有就到目前为止，我是看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古今中外的就是一些这个书就也跟很多的这个学者就是跟这个一些博士生一些那个这个大学的教授就包括一些科学家，就也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人类呢一定会是存在这个前世后世这个是最关键的。我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的话呢，他们有些是不相信，但不相信呢不能等于是这个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他不相信。那不相信的话，他有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就是依据来就是驳斥这个存在呢？是没有的是没有的。而前世后世存在的这个理论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多就包括牛顿都是他这样说过，人死了以后呢，并不是这个就是当下这个消亡的，而人死后呢，就是生死是必定存在的
当然，我像那个牛顿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受这个当时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这个影响啊，但基督教也是承认这个人死后是存在的，因为牛顿呢他自己也说过，他的这个著作呢80%都是对这个神学有关系的，然后科学方面的话呢10%都不到，他有些那个资料当中是这样这个讲过的。那么就是像他这样的这个科学家呢，也是承认是这个人啊，就是后世是个存在的。还有我们许许多多的以前就是那个茨城罗周堪波就是造的那个前生今生论呐，就是前生今生论。然后这个呢，我翻译成那个韩文，翻译成韩文。然后呢，很多那个一些知识啊，就看了以后呢，以前就是认为是前生和是不存在的话，后来的确也是找不到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依据，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举了非常这个有力的一些这个公案呐，还有一些这个教理啊，还有就确实让前世自己做什么，就是后世呢，就是已经让想起，让这个回忆自己的这种前世的这种人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有所这个改变的。所以作为你们这个高等学校的这个师生的话呢，首先把这个人生观呢就一定要就是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建立不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我认为实践的一些知识呢，你学的话也可以，当然是很好的。但你个人而言的话呢，如果真正是前世后世这个存在的话呢，这么难得的这个人生当中不积累福德，不做这个善事，你肆无忌惮的摧毁就是所有的这些因果的话呢，那的确是很害怕的你今生当中就是拼命的造恶业。拼命的你造恶业的话呢，那这个恶果呢，就像吃了毒药的话呢，就是这个毒肯定是成熟的，就像这样的。那么这个来世呢，对你个人来讲呢，就是确实是很这个痛苦的就很痛苦的。所以对我们人来讲呢，就是这个人生观呢，就是的确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建立一个真实的这个人生观，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搞一个事业，你做一个任何事情的话呢，就是也会这个成功的，也会这个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天就是探讨就我也没有这个做什么准备，但是呢我平时呢就是经常想的就是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话呢，就是中观方面的这个了解很重要的，同时呢就是如来藏方面的这个了解很重要的。然后这样的这个学习知识呢就也是依靠就是长期的这个闻思就长期的闻思。那么我们行为上呢就是要什么？要这个利他，利他就利他的话呢，我以前讲过这个《入菩萨行论》，我也建议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是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是的确是这个对大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就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生观呢就是重新去这个观察。每一个人呢，以前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怎么样活的？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前世和是存在，那怎么办？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就去值得这个探讨和这个关心那么我想基本上就今天呢，就是大概这个讲到这些道理吧就非常感谢这个哲学系就是老师们呢。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还有下面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就想法的话，我们可以互相这个探讨。